让你的身体表达它的需要，你要意愿去做出改变，因为你的身体正在提升振动，建立光体。有些食物它并不想吃，去发出想要改变饮食的意愿，并意愿事情会到来。我们一再强调，你不仅仅是一具存在的肉体，你存在于许多的实相当中，也有很多指导灵。所以每个人都要明确自己的意愿，你要什么，去说出我意愿提升，我意愿改变饮食，我意愿变得更加有知觉。明确自己的意愿，我意愿这个词语拥有巨大的能量。真正的健康包括体内12条完全改变和进化的 DNA 螺旋，它将激活全脑容量来进行运作。要激活全部的12螺旋需要一段的时间，虽然它们可能已经开始被接入了，有些人已经体验了 DNA 的接入，但尚未激活。当它们全部激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以全脑进行运作，成为天才。你是全知的，因为拥有心灵感应；你也是全能的，因为你是生物信息库的主人。你拥有可以读取地球上所储存的任何信息的权限。如果你渴望什么，我们会请求你成为完美无瑕的频率持有者，与你的内在保持无上秩序的知识和信息，那无限存在的秩序，通过活出完美的频率来成为那个频率。当你走路、买东西、躺在枕头上睡觉的时候，周围的人也能感觉到你的频率，知道你是谁。有一天，你不再需要从外在去寻找信息，这个时候，我们和其他类似的存有就会来启发你，把你们聚集在一起，让你们能够进行互相的反射，互相的进行电磁充能。当我们和你们协作的时候，我们创造光的火花会打开一些开口。当你内在有了开口，你散发出的震动会影响周围的人。你们中的某一个人被任何事触及的时候，都会发送出识别的频率，并被其他人接收。这就是群体意识增长的方式。这无需你在逻辑上进行理解或者领悟，因为这是体内电磁的现象。你能量的提升取决于你的掌控能力。每个人必须触发自己，进入多维度，一部分自我做出决定，然后说，好，我想要进入多次元体验，我想要做什么。渴望是第一位的，渴望是带你来到当下的一种认识，然后你决定如何去对待这个渴望。你可能明天就忘了它。为了构筑这个渴望，显示你认真的态度，你要参与相关的事件、活动或者仪式，以证明你的投入。然后你以这种方式构筑生活，是发出意愿的信号。这就像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祈祷。教会让人们向神灵祈祷，祈求愿望实现或者宽恕。我们建议你做日常生活的祈祷，一天中的每一刻都有意义，都能引导你。这是因为你的行为方式和你对所祈祷对象的专注。生活中的祈祷者会对环境中的对象有着清醒的意愿，设一个祭坛，摆神圣的物件。你的实相中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不要保留。我们知道做出这样的建议会让一些人震惊，但是你们多少人在忍受自己不喜欢的事物？不管是穿了15年袖子上磨破了洞的大衣，还是照顾了35年有更多破洞的伴侣，去除生命中
那些没有意义的一切事物是一项挑战，但是很有必要。设立祭坛是激活仪式的重要步骤，仪式会唤醒细胞的记忆，那些储存在你体内的古老教导，它会把这些古老的教导放置到你的记忆之中，通过尊重地球母亲给你带来个人意义的面向，仪式带你回到当下，并且进入一个接一个不断拓展的当下，你也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意义。一切事物之所以进入存在，都源于某个人决定要赋予其能量。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赋予能量，这一切都来自于使用个人头脑的力量来激活意愿，并使用它重构现实。目前，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是朝向进化发展的，没有进化欲望的人不会来到这里。此时，所有开启的门户、铺开的蓝图，都是为了自我激发、自我加速、快速进化。这里内容的本身也是一个过程，一种出发。密钥就藏在书中，我们鼓励你听从内在的那个冲动，它在你耳边低语：你是光之家族的一分子，地球是一个生命信息库。为了诱惑你和帮助你，我们会说将会有丰厚的回报。虽然我们永远不能保证挑战会结束，但是你确实会到达一个精通的状态。学习阅读符号，跟随内心的冲动，直到到达至高无上的状态。成为多次元意味着打开通道，对准多种频率，接收频率的传输或者信息。当前用来表达的词汇，字典当中或者没有足够的单词储备来传达非物质领域的感觉。我们所谈论的灵性包含很多的概念，最基本的是指非物质层面，或者说不在三次元视野范围内的。可以将这个引诱或者跳跃比喻为在蹦蹦床上蹦跳。你想得到一个大的飞跃，在这之后你就不需要蹦蹦床了，你跳啊跳啊，然后得到那块送你进入灵性领域的金牌。不是说你会迷失、毁灭，或者说你身体中的分子会分散。这种跳跃是地球上的古代巫师都会习练和掌握的，并且保持这种方式，用以连接智能和帮助人类的进化。对我们来说，多次元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我们意识到，作为导师的挑战之一，就是转换生活方式，进入进化中的系统。你放心，除非你离开地球，否则这个过程将会一直持续地进行。但是你遇到什么取决于自己。我们希望你能够来到悬崖边上，迈出一步，站在悬崖边的空中。我们希望你在那儿。我们想让你认出自己内在那个异端的叛逆者，那一部分的你知道，并且将会去打碎这个实相，建立一个全新的意识范式。它不是由一个世界领袖完成，而是大众集体，因为大众已经准备好了。在这个时代，数百万光之守护者来到地球，你要做的是净化自己。你当前的工作与自己密切相关，与你目前所使用的肉体密切相关。肉体的自我允许你在这个时间参加这个游戏，爱它，尊重它，珍视它，好好照顾它，赞美它，意愿它在最佳的状态保持运转。这就是与光之家族连接所要做的。准备好，去找出光遇到了谁，光引导你去见谁，而光真正的又是谁。
当你超越了光，就会体验到爱。你需要光，也就是信息，来获取爱。没有信息的频率，爱的频率就会被误解。如果爱先于光而到达，你就会认为爱来自外在，而不能理解它来自内在。然后你就会重复人类长久以来的情节，崇拜和神化一切，并且认为爱来自外在。我们决定来到地球，先运作光，传递信息给你，增强你的力量，用信息激活你的蓝图。现在你已经拥有了信息，并了解到多次元的光注入你体内会引发什么，然后你就开始体验到爱的频率。爱的频率会允许你把爱拓展到其他维度的自我版本之中，在很多层面创造一个大范围的意识疗愈。你在这些领域内的体验会非常的强烈，它们能极大的转变你。你会带着大大的微笑走在路上，让其他人都猜测这个人到底怎么了。你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处于狂喜的震动当中，你将处于连通性的震动之中。你吸引的任何人、任何事情将成为那震动的一部分。无法与这个频率产生共振的人和事情，甚至无法靠近你。事实上，当你与高频共振的时候，任何不在这个频率的人、事、物将无法看到你。当你能够在信息的频率下进行运作，并伴随着创造性和爱的频率，你将被放置在去传播这个频率的工作上，不是去为别人做些什么，而是允许其他人与你接触的时候感觉到你的频率。你们都是无价之宝，你是知道的。那些掌握了这些事的人，在这个时代的需求会非常的巨大，你将被当作超人来看待。然而，这并不是说你将自己与大众分离，你的位置是要去教导大众，向他们展示如何做到同样的事情。频率将自由地给予和分享，以便每个人都能发现自我的潜能，而这就是地球进化的方式。